如果从凭良心讲，加拿大其实还是受益于美国的，因为加拿大整个生存的空间呢，它就是靠美国，靠美国生存啊，因为你自己市场太小，对，因为这个贸易利差嘛，这个你市场太小，你才几千万的人口，形成不了一个共同的市场，整个产业体系也形成不了。是的，然后你所有的产业体系其实一定要依赖美国去配套的，是的，你不能够为自己有多少人口去消费你自己能做的东西就来。是啊，因为根本不可能的。我们加拿大现在只有4000万人，然后美国是有4亿多人，对吧？然后像那个特朗普那个董王他提出来说，美国每一年要花多少钱去养那个加拿大啊？那个数字我忘了啊，因为他说应该存在着贸易利差嘛。然后那加拿大人会说哦，那我可能我资源不卖给你，我这个什么电不给你什么什么的。美国说我们都有啊，我们不需要啊，你不给我，我自己都有啊。你不卖给他，卖给谁？你现在好像你说你想去谈判是要对等的，你现在都没有对等的一个筹码。你现在跟美国怎么去谈判呢？所以他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在谈判里面呢，整个政治智慧啊，我觉得还是有欠缺的啊。所以哈，因为这个事件哈，其实也引发了我很多的思考哈。我就想哈，从经济的层面来说哈，就是大鱼吃小鱼，就是大公司吞并小公司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那像现在美国想合并加拿大，是不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有雷同的地方？这是非常的雷同的了，因为这是几千年来整个世界的弱肉强食啊，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啊。所以看一下战国，所以你看一下中国的战国时代，你就明白了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啊。但是最后还是会统一清朝嘛，最后秦国就统一七国了嘛，对呀，要不然这就是肯定是结果。所以说，这个世界肯定也是跟那个《三国演义》所讲的，就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对啊，所以尤其加拿大哈，我觉得现在如果明智的话，现在对抗我觉得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可能只会给老百姓带来更大的灾难。所以这时候真的我很希望加拿大能出一个非常有能力的这个领袖，来力挽狂澜，然后跟美国把这个关系协调好，对，避免这个加拿大这个经济再受更大的创伤了。对，因为整个加拿大的在经济的出路呢，就一定要建立一个跟美利国合成一个北美的共同体。对，这是唯一的出路，没有任何的出路的，没有任何的出路，因为你要依靠。人家生存嘛，因为你所有东西要卖给他，那你没有一个共同的市场，大家没有达成一个共同的标准，或者你有你的想法，他有他的想法，那他拼命的加你关税，那基本上你就卖不出去了。是的。因为我研究过，特别是董王属狗的啊，属狗的话呢，然后加拿大呢，枫叶国啊，他出生的那个年份啊，也是属狗的，所以他其实是两个是有共通之处的啊。所以共同之处呢，怎么去把这个优点能够利用这个契机啊，51州这个契机啊？当然说在政治上呢，我们可以保持政治正确，但是在经济方面呢，更关注大家能够联合。对啊，这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部分人都是能够接受的一个对于老百姓来说，对于枫叶国所有的人民来说，都是一个最好的，是吧？大家就为了安居乐业嘛，国计民生，我觉得老百姓的这个生存是最重要的。说政治家，那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民生的问题啊。是的。说其实呢，很多人就说啊，就写了那个土豆的10宗罪嘛，等于打比方，上任以来，2015年到现在刚好是10年，然后但是我看他写的那些所谓的10宗罪啊，其实不能够完全是怪他，也不能完全怪他，因为他写出来啊，说房价现在离谱失控。那全世界都是这样啊，中国内不是这样吗？对，而且呢，因为呢，他也 not lucky 吧，然后正好经历了这个疫情这个3-4年这么一个大的一个。说核心的问题呢，其实呢，应该真正的原因啊，应该是这次的疫情。对，这是疫情的后遗症，非常大。后遗症是令到整个我们现在这么困难啊。但是其实呢，我在直播里面也讲过嘛，因为其实这个疫情啊。对于枫叶国来说，它影响已经是最低的了。我觉得特鲁多可能最大的一个败笔哈，他的在台上任期内，
最大的一个败笔就是这个难民政策。讲人道可以，那你要量力而行啊，你不能牺牲本国人民的利益去养着这么多这个难民啊。这个政策我觉得给加拿大造成了这个真是巨大的损失。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也知道了，基本上呢，极左也不行，也不能够极右，所以永远是要左跟右要平衡。所以我也同意你这个观点。其实我们去讨论他的那个所谓的功过得失啊，不能够把一下子一摸子都摸黑，说他样样都不行。但是呢，我觉得是非常赞赏啊，他在疫情的时候能够令到整个枫叶国安然度过这么难的一个时候。也还是有功的吧，也还是有功有过啊。说功和过比起来，我觉得应该是起码3-7开，不能够所有都什么死盆子都扣着的，那不对的。